非常參加這個傳道節目嘅現場，禮拜新聞幕後呢，大家有關心嘅是禮拜美國總統大選，川普頭上個禮拜了年係本衝擊到了後呢，產生嘅效應係乜嘢呢？咁其實我搶到嘅係經濟太好，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嘅楊必成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現在在錄影的當下，可能就是說川普可能正好在發表這個演說的時候，在共和黨大會上面。大家就說，在這次的共和黨大會的氣氛感覺特別不一樣，因為川普才在前一個禮拜才剛遭到槍擊，然後那個槍擊之後那個反應啊，那個登高一呼，感覺好像把整個氣勢整個帶起來。老師你怎麼看哦？美國選民就是喜歡這種感覺嗎？我覺得當然對他的這個鐵粉啊，對川普的基本盤是有很大的激勵作用。那大概這些人的支持度會更高，然後會更去想要去幫他拉票啊，認為說這個是代表美國英雄嘛啊，所以這個是一定會有部分的中間選民也可能會因此，特別是經過了辯論之後，跟一個氣若游絲的拜登做一個對照的時候，他們會覺得說，哇，我怎麼能夠相信？因為美國也是老人蠻多的一個社會，大家大概都知道。你到了這個年紀，你身體不好，你的心智在退化的時候，有的時候真的叫做斷崖式的在衰退當中啊。所以你即使今天拜登，你現在願意支持他，你大概也不相信他能夠做完4年啊。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川普跟這個拜登啊這樣的一個強烈的對比，對中間選民啊部分的中間選民對川普的基本盤絕對是有一些幫助。可是對民主黨來講，他們會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被說服啊，特別川普我們看到在一些後面的後續的表現，給大家感覺，包括選了這個 Vance， 我們大家可能會討論，包括他這個黨的代表大會的一些這個 speaker 啊，一些人講話，你都可以感覺到這個還是一個小圈圈的政黨，同溫層嘛，對，同溫層裡頭，他們完全沒有想要擴大。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只是說，因為剛好這次的槍擊案發生在的地方是賓州嘛，也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嘛。對，而你看，所以說這次川普穩了嗎？你覺得？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還不錯啊。那至少我們看到的就是說，很多大概就是做的不同的這種民意調查，然後做出來的最後選舉人團的票，有一些很少啊。有一些已經給他超過270了啊，但是很多是250幾或者268，最高的就是最多的就250幾268。為什麼268就表示是說他還沒有辦法拿到賓州、威斯康星跟密西根中西部啊 Upper Midwest 這個中西部上面這3個州，因為這3個州如果被拜登拿下來，拜登就是270票。就剛好過半啊！那我覺得這個大概川普的支持者是不會接受什麼270對268，這個還得了，對不對？對。可是這是唯一一條拜登可能可以贏回這個繼續連任的一條路。那也可能看民主黨是會不會換人啦。不管怎麼樣，這是民主黨的一條路。所以賓州今天發生的這個事，如果轉過來賓州的，譬如他今天在這個地方是在匹茲堡北邊嘛。那你知道民主黨在賓州就是兩塊投票區，一個就是費城大都會，一個匹茲堡工會工人大都會，中間的選民都是共和黨的，都是川普的，所以川普在賓州如果發生了這個事情會激勵賓州的選民來投他的話，那當然對民主黨來講是相當不利了。可是我們看到，包括說這次的整個槍擊案之後，在共和黨大會，他選擇了 Vance 嘛當他的副手。那這個 Vance 他就剛好出身就是一個很共和黨的人，就是一個白人家庭，然後怎麼樣逆襲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那有人說，就是他選的 Vance 不是選擇其他人，是因為 Vance 跟他的調性是比較相合的嗎？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未來是不是共和黨會被川普路線綁架幾十年？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雖然我們大家都有在各種新聞報道看到Vance 在剛開始的時候也對川普有蠻多的批判可是呢，記得有一點，
他是从来没有正式在选举当中去挑战过啊。譬如说 Marco Rubio 他们这个，虽然说2020没有什么样，或者2024没什么，可是2016年挑战过他啊。那包括这个 Nikki Haley 这一次也挑战过他，包括 Ron DeSantis 啊，这个佛罗里达州长也是，所以他不会去挑一个曾经挑战过他的，他要挑一个干净的啊，loyalty 很重要。那然后呢，意识形态，刚刚你讲的啊，跟他最接近，所以他是在同温层挑啊，他完全没有我们过去在美国选举有的时候会找所谓的互补。互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88年的时候，自由派的麻州州长啊，杜卡克是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结果他选的谁？他选的是德州的温和派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啊，一个我们叫他老狐狸了啊，老谋深算那个 Lloyd Bentsen， 他就是一个对比的，就是说我要互补啊。那但是有些时候，过去我们看甘乃迪选詹森也算是互补，可也有一些时候。大家那个时候看克林顿选高尔，说两个人来自于隔壁的州，长得也不是蛮高的然后看起来也像。他说真的是就是双胞胎嘛也有人说他就会选双胞胎。可是你看那个包括这个谁奥巴马他选拜登，也是互补啊，一个年纪资深一点。所以说这样是不是也看出来，等于说他这一次。川普他干脆我中间的票可能我也不要争取太多，我只要把共和党顾盘顾好了。我觉得川普是这样子川普真的是巩固他的票源是最重要。那他可能最后结果还不一定说不定他到最后的时候选出来他赢了，可是呢选举这个普选票稍微输了一些，但他不在乎他的政策略就是我要赢得我的选举人团的票，那扩大了一些选票。并没有什么意义。譬如说我在别的地方，我找了一个譬如说少数族裔的，我扩大了一些但是我在加州还是我少输了，我在别的地方纽约少输了，还是输嘛，所以对他来讲不重要我觉得川普现在给你感觉上面，真的就是他的路线已经绑架了共和党。那你可从这个党代表大会就看出来每个上台都捧他，认为他的政策都是正确的。然后包括川普整个其实他的经济也没有完全弄得很好，但是他话都讲得非常的满说我大概是所有总统当中把这些管制做最好的，管制做得最好经济表现最好，管制拿掉最多。然后他当然最后还是稍微讲一句说，如果不是 COVID 我可能会这个会更好，不会输掉选举等等。我想他大概就是一个自己认为自己自信很高，但是我不晓得他对他自己的政策的这个后续的后果，他能不能够理解到一些伤害。譬如说，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关税他还在讲关税，还有移民嘛，对不对？不是讲关税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美国的通膨这么严重，如果你还要再加关税，那老百姓受不了的。他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他只觉得说，逞一时口舌之快，说我们美国人把所有国家跟我们竞争的，我们就给他搞关税那这样就对我们美国有利你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就业机会。但那些就业机会那个人数很少，但是受害的消费者人数很多。你看川普话讲得满，包括说他也要跟台湾收保护费，包括现在欧盟、北约也紧张，说他万一再当选，但现在看起来还好说，这个最近的民调有一个41%对43%，拜登对川普嘛，其实也在这个2%以内，甚至选举人票可能老师你刚刚讲的，可能也不会差到真的很多。可是现在拜登自己的情况是他自己要面对党内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换灯嘛，他最近也在松口说，如果医生说我不能选，那我可能就会退出。老师怎么看？拜登还会坚持下去吗？我觉得他大概不会坚持了，因为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Nancy Pelosi 裴洛西也讲话了。那裴洛西是大家蛮尊重的一个民主党里头，特别在众议院那他特别关心众议院，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拜登你挂头当母鸡你可能母鸡输了，我们小鸡也受害。那民主党在众议院是还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只差5席左右就是这个席次差了很少。
所以，但是你今天母鸡很不强的话，很多摇摆州的它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赢或者保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量。那参议院现在看起来也是一样，差一票两。参议院现在是几乎是共和党大概有50席，对啊，所以民主党还有2席还有危险。那如果民主党即使赢了这2席，50对50还是不行啊，因为如果共和党赢了总统选举，他们参议院就把副总统的票加进去，就还是多数啊，所以至少众议院也要保住。因为如果你总统选输了，那表示你参议院也输了，即使你打到50-50你也输了。但我众议院还要保住，否则的话，美国的共和党啊，川普的路线不仅是总统、国会，包括我们看这个最高法院嘛，现在是6-3。那如果川普上任了以后，会不会再任命一个以后把它变成7-2都有可能哦？所以这是我相信民主党的选民、自由派的选民会担心的。那拜登应该去考虑一下，如果你今天因为你坚持要选下去，结果连众议院也输掉，那最后会不会成为民主党的历史罪人？大家都觉得说，今天这个证据都在眼前，电视也已经呈现了你的画面了，你就是已经是体力、心智都有一些可能无法负担这个工作，那为什么还不就是让开啊？就是很优雅的退出，让这个下面一个人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做。我相信可能就在共和党这个大会结束之后1-2天，可能民主党方面就会有一些动作。所以不用等到8月的民主党大会了。我觉得因为你要准备啊，那我认为我从头开始就认为，今天拜登有在保护贺锦丽啊，就是说当他越晚宣布，贺锦丽就越像是他自然的一个继承的人。如果太早，譬如说他今天我们这样讲好了，他1年前就宣布了啊，或者什么，那他不选了，那民主党群雄并起啊，是，那贺锦丽就不一定有机会。如果他今天有在对贺锦丽有一些照顾到，那就是越晚离开这个舞台越好啊。那詹森总统当然当年他也是就是在选的时候连任碰到越战，那他民调不是很好，第一初选表现还不是说输掉不好，他就决定退了。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者，可是韩福瑞没有挑战他，所以韩福瑞没有进去。可是当罗伯甘乃迪这个被刺了以后，其他的挑战人还有可能挑战，因为比较晚了，所以等于是让副总统韩福瑞就代表了民主党选，虽然也选输，但选的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贺锦丽，如果说今天川普退得晚啊，现在来讲，下礼拜不一定要等到大会，那应该是对贺锦丽比较有利了。老师，从你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民主党包括美国也有很多选民也担心美国走向民主化，不叫极端化。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力量呢，也有会变成是接下来剩下100多天的这样选举变数？我觉得，因为我今天还在听这些共和党党代表大会这些所谓的这些讲者给我的感觉，大部分都在讲就是一个小圈圈的，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能被改变我们的就是他们就是一个虽然说也有少数族裔，也有女性在上面讲，可是给你感觉他们就是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美国传统，可能已经不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个价值。那现在这个就是比较辛苦，因为看起来他们对